这下子轮到沈小军无语了，只能说是他和苏南有缘分。苏南觉得他很好笑，对他那一躺印象深刻，所以战印给他介绍他的时候，苏南呢就很爽快地和他相亲了。海童比我好多了，她的婆家人是真的很开明，战少在家里又是说一不二的人，有他和战奶奶护着他，她的生活并不会因为怀孕而发生太大的变化。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像我，想回书店看店，都还得苏南顶着我婆婆的不满，想跟着彤彤和小飞去一趟我们承包的菜场看看，说什么路远不让我去。其实车程就1个多小时，路上不堵车1个小时都可以到了。你也别抱怨了，你现在这样子很好。女婿这一代的现在只有他娶妻，你肚里的这个孩子是他们苏家下一代的头一个，大家都重视你这一胎，会多关注点是正常的，被他们重视好过被他们忽视。沈妈妈劝着女儿，你也嫁了人，不再是在娘家当女孩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父母会包容你一切，但嫁了人，是人家的儿媳妇，你就要为你丈夫、为你婆家考虑。所以说呀，还是在娘家当姑娘时最轻松自在了。妈却嫌我在家里吃闲饭，总是催我嫁人。沈小军洗好了碗筷，说到我就是和妈妈说说而已。我知道我很幸福，知道就好，吃得咸鱼耐得住渴。你在决定嫁给苏南的那一天，就要受得了豪门的规矩。其实你婆家的规矩不算多，比你姑姑当年好多了。你姑姑刚嫁进张家的时候，每天都要早早起来亲自给公婆准备早餐，在她公婆还没有动筷时，她是不能动筷的。吃饭期间，公婆需要什么也都是她伺候着，简直就是个佣人。佣人还有工资拿，你姑姑可没有工资啊。她婆婆还活着时，你姑姑连回娘家的次数都不能多，回娘家次数多了，婆婆都会骂她嫁了人，心里没有婆家只有娘家。那么喜欢回娘家，就让她回娘家常住，不要回去了。你姑姑当时委屈的不行，却还得强装欢颜，继续伺候着她的婆婆。回娘家要带什么礼物，都按着规矩准备，不能由着她的喜好准备。给你爷爷奶奶多少钱，也是按照张家的规矩给的，多给1分钱都不行，少给倒是可以。我和你爸去看望你姑姑，也不能留宿，吃饭都食不知味，就规矩太多。你现在比你姑姑好了不止100倍吧。沈妈妈是见证小姑子，那在张家一步步走过来的呀。你现在还能回书店看店，还能经营你的生意，赚你的钱。你姑姑那时候呀，想吃外面的云吞都不被允许，还得回娘家时提前让我们给她准备，还得偷偷的吃，那怕被跟着来的佣人知道了，回家告状。更不要说在外面开店做生意了，那是想都不能想的。她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生了念生。她婆婆还不让她和自己的儿子过于亲近，说什么担心她是个慈母，慈母多败儿。你姑姑的好日子是在她的公婆都去世了，她当家做主了才好起来的。沈小军，我知道姑姑刚嫁入豪门时过得很辛苦，竟不知道那么苦。记忆深处，姑姑是经常回娘家，哭诉她在婆家的不易。等她再大一点，姑姑每次回来就都是笑盈盈的了。你也不要跟海童比，海童会拳脚功夫，身体底子本来就比你好。她姐妹俩也吃过很多苦，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费什么劲。小军，知足常乐，不要老是跟别人比，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比人，人比人气死人的。听了母亲的一番话后，沈小军心里的那点委屈全消，他点头，妈，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跟彤彤比较的。苏南说的，他是觉得他能让我过着安逸的生活，不必像别人那样挺着大肚子还要工作，
就是苏南对你的好，没话说的，你婆家长辈对你也很好，当你是亲生女儿看待，怀胎10月，保持着好心情，对你和孩子都好。沈小军连连点头，洗点水果出去给他们当饭后果吃。妈去给海童准备点营养品，虽然他不缺这些，却是妈的一点心意。她是妈看着长大的，妈早就将她看成你的姐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海童时，海童才11岁大，因为跟人打架，书包的背带掉了，衣服也弄得脏兮兮的。海童不敢回租房，怕姐姐知道，是沈小军拉着他回他家里，然后让沈妈妈帮海童补上了书包的背带，再拿了一套小军的衣服给他，让他洗了个热水澡后换上。沈妈妈还记得自己当时帮海童洗了个头，拿着吹风机帮他吹头发时，那问起海童为什么跟人打架啊？在沈妈妈的眼里，女孩子都是温柔的，就算跟同学闹矛盾，顶多就是吵架，很少会动手打人的。海童不吭声，眼泪却噗噗的掉，吓坏了沈妈妈。沈妈妈问她闺女：“你怎么了？是不是被人打伤了？伤在哪里？让阿姨看看。”海童还是不吭声，她转到海童的跟前，蹲下身就要翻看海童的衣衫，想检查一下他身上是否有伤。海童说话了：“他们骂我也种，说我没有爸爸妈妈，我就跟他们打架，我有爸爸也有妈妈的。”沈妈妈那是第一次见海童，并不清楚海童的家庭情况。她问海童：“那你爸爸妈妈呢？”他们死了，我爸爸妈妈都死了，我没有了爸爸妈妈，但是我有过爸爸妈妈的。我不是野种，阿姨，我不是野种，我是有爸妈生养的，他们只是去了天国而已。我姐说，我爸妈总在天上看着我们俩，只要我们认真读书，平平安安的，快高长大，我爸妈就很开心的了。他们骂我也种，我才跟他们打架的。阿姨，我没有打输，我打赢了，我逼着他们向我道歉，保证以后都不骂我也种。我才没有再打他们，就是他的衣服都弄得脏兮兮的，书包背带也被那些人扯掉了，所以海童不敢回租房，怕姐姐知道了难过。姐姐读高中了，学习压力很大，家里呢也没有多少钱，爸妈出车祸去世后，拿到的赔偿款都被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他们分走了，只留给姐妹俩不多的钱。姐姐说要省吃俭用，那点钱才够姐妹俩读完大学，所以海童觉得弄坏了书包，姐姐得花钱帮她买新书包，要花钱她才不敢回家。好在那一直跟她玩得很好的同学沈小军呢，带着她回了沈家。沈妈妈当时那个震惊，那个心疼呀，她心疼的将小海童搂入怀里，安慰海童，承诺一定会帮海童补上书包的背带，不会让他姐姐发现的。脏了的衣服洗干净了，等晒干，海童就可以换回自己的衣服。沈妈妈还发现海童的校服都是偏大的。海童告诉沈妈妈，以前的校服不合身了，变小了，就捡了姐姐的校服来穿。但是姐姐比他大5岁，就他穿着姐姐的衣服就偏大。沈妈妈是会做衣服的人，就也会电车，就帮海童将不合身的校服都改到合身。然后没过几天是周日，那海玲呢就带着妹妹买了一袋苹果登门致谢。那对于沈妈妈来说，海童不过是自己女儿的同学，海童的衣服不合身，她帮忙改一改，那是举手之劳的事。但对于海童姐妹俩来说，沈妈妈给了她们温暖。自父母离世后，姐妹俩相依为命，过得有多苦，姐妹俩知道。见识到人情冷暖，亲人的无情后，沈妈妈的举手之劳，就如同冬日的阳光，温暖了姐妹俩的心。妈养的鸡也生了鸡蛋，我等会儿也去捡上一篮，再抓几只鸡，
一并送去给海童。沈妈妈嘴里念叨着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一点心意。海童姐妹俩都不容易，她总算怀孕了，我这颗心也能放下来。我就说嘛，老天爷开眼了的，给了海童那么好的婆家，怎么可能不给她孩子呀？彤彤会很开心的，就她不会嫌弃的。沈小军笑道：妈，你自己腌的咸菜也给彤彤装上一袋吧，那她现在肯定也喜欢吃酸菜，装上一点给她尝尝就好，不能吃太多，腌制的东西还是要少吃的。我们家的是我今年才腌的，还很新鲜，才敢给你们尝尝，但多吃就不行。沈妈妈回身打开了冰箱的冷冻层，从里面拿出了一袋黄瓜干，说道：我晒了黄瓜干，也给海童送一包过去，他以前最喜欢吃着白粥配黄瓜干的了。妈，我也要，你可不能只顾着彤彤，我也是你的女儿，也怀着孕呢，你想吃就回家吃吧。沈妈妈不给女儿带回婆家里吃，亲家家里的营养师厉害，看到了保证会将东西扔掉的。那沈小军撇撇嘴，嗷了一声，看吧，他妈开解他后，却也本能的怕他婆家扔了那些东西，哪怕是他娘家带回去的，营养师说不能吃就会扔掉。沈妈妈给海童准备了很多东西啊，有营养品，有加鸡蛋，也有自己养的走地鸡，然后家里什么是自己做的，新鲜的她也给海童准备了。沈妈妈自己会开车，她从车库里开了一辆车出来，然后将她准备送给海童的东西全都搬上了车，塞得满满当当的。妈，你现在就给彤彤送过去吗？那沈小军边啃着苹果边问着母亲。当然是现在送过去。哎，你留下来吃晚饭吗？我给海童送东西过去，回来后刚好可以准备晚饭。沈妈妈就边拉开车门上车，边问着女儿：老沈，你陪我一起去。哎，等会儿帮忙将东西搬上楼去。沈妈妈又叫喊着老伴儿。沈父笑呵呵的道：你不叫我，我也要跟着去的。他拉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上了车，又交代了女儿女婿几句。老两口就走了。苏南站在屋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自己的岳父母给海童准备了那么多东西，然后风风火火地给海童送过去，对关上了院子门走回来的妻子说道：给海童的东西比当初送到我们家的一点也不少，我和彤彤10几年的交情了，我爸妈是看着彤彤长大的，早就将彤彤看成了另一个女儿。现在彤彤怀孕，我妈也很开心，那自然会给彤彤送点东西啊。沈小军对于父母的举动就觉得这是最正常的反应。休息一会儿吧。苏南牵起爱妻的手，夫妻俩一起进屋。你要上班就去上班吧，我睡一会儿再回店里，我陪你睡，等你睡着了我再回公司。战氏集团是战印的，他不上班，我还得回去给他做牛做马。哎，我上辈子欠他的。苏南抱怨还抱怨，最后还得跑回公司上班去。管城机场，商小飞挽着包与君然十指紧扣地走着，就他的行李箱君然帮他拉着。本来君然不急着和他一起回管城的，亲侄儿女刚过百日宴呢，但是小飞知道了海童怀孕后，心急的想回来，君然很自然地陪着他一起飞回来。两个人边走边说着话，商小飞的情绪明显高昂，那君然知道他心里高兴，打趣的道：这才刚怀上，还要等到明年才能生，你想抱外甥还得等上好几个月呢，现在就乐不可支的等到宝宝出生了，你怕是会被战少拒之门外，因为你和会战少抢孩子呀。商小飞笑道：我就是忍不住开心，海童是我表妹，她的孩子是我的外甥，我抱我外甥战印敢说个不字试试。自从战印知道她和海童是表姐妹关系后，对她就是客客气气的。为了海童，战大少爷当初
可是客客气气的叫她表姐的。战少估计还真不敢说个不字呢。君然也是笑哈哈的，打心里同情一下战印，不过就同情一下下，不会同情太多。他和小飞才是一条线上的。要是君然知道苏少主的出现是因为战印的原因，他估计一下下的同情都不给战印，还会和小飞一起跟战印抢抱孩子。那最好海童生的是女儿，那样他们就跟战印抢抱孩子才过瘾。商小姐，前方传来了苏少主熟悉的声音。让心情美丽的商小飞和君然恨不得像孙悟空那样说一声变就变回家里去了，不用面对苏少主那张带着笑容的嚣张俊脸。苏少主也是真的嚣张，看到商小飞的身边有君然，两个人还十指紧扣，亲密无间。苏少主还当那盏亮瞎别人眼睛的电灯泡，君然的俊脸是瞬间就阴了下来。他庆幸自己不顾母亲的挽留，提前跟着商小飞回管城。要是让商小飞独自回管城，肯定被苏少主接了去。苏少主明明对商小飞不是真心的，还缠得这么紧，天天都给商小飞送礼物就算了，只要商小飞离开管城，他就送机接机的比他还要殷勤。商小姐，我在这里等了半个小时，总算等到你，我以为你们早就走了呢。苏少主戴着墨镜以及黑色的口罩，一身黑衣，倒是将他自己的样子捂得严严密密的。加上他这个人平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没有人能认出他来。如果换成是以前，商小飞和君然两人也认不出苏少主。被苏少主追求了一段时间，商小飞能轻松认出苏少主了，君然就更不用说了，他是视苏少主如情敌的。苏少主的声音君然熟记于心，只要苏少主一开始，君然就全身神经紧绷，俊脸变得阴黑阴黑的。他到底招谁弱谁了？要给他安排苏少主这样的情敌，要是别人，君然能打击情敌，但是对方是苏少主，他是束手无策，还不能得罪狠苏少主，否则被苏少主反过来整治打压他，他承受不起。君然跟亲大哥抱怨过，他自认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待感情也很真诚，为何老天爷看他不顺眼，让他追个老婆都那么难？以前君然觉得战印闪婚有点可怜，毕竟没有感情。现在啊，他觉得战印闪婚也挺好的，至少一步到位，省略了追妻的辛酸。苏少主啊，朝夫妻俩招着手。商小姐，我跟你家司机说了，不用再过来，我来接你们的鸡就行了。苏少主说着走到车后面，掀起了后备箱的盖，对君然说道：君武少，行李箱放在这里，我为了让你们有地方放行李箱，特意开了这辆车过来的。他平时喜欢开法拉利跑车，或者是兰博基尼。商小飞，苏少主，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回来的？苏少主笑眯眯的道：我想知道的事，一般都能知道，就除非是我不想知道的。商小飞噎了噎，觉得自己问了个白痴的问题。苏少主是谁啊？他厉害着呢。居然淡冷的拒绝苏少主的好意，说道：我和小飞拦辆计程车回去，不敢麻烦苏少主。上飞机之前，商小飞跟他说了，提前通知他家里的司机，让司机在机场上等着的了。故而居然就没有让自己的人在机场等他们。谁知道苏少主让商家的司机不用来了，他自己跑了过来。这个苏少主最近很闲吗？君武少不想坐我的车无所谓，我能理解的，我跑这一趟也是为了接商小姐的机。君武少不过是顺带的，顺带的不愿意被顺带，自己想办法回去便可。苏少主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可是听在君然的耳里，他每一句话都带着刺，刺的君然心塞塞的。苏少主问商小飞：君武少手里的行李箱是你的吧？
粉色的应该是你的，女孩子才喜欢粉色。说着，他上前就从君然的手里拉过了商小飞的行李箱，拉到了车后面，轻轻一提，就将行李箱塞进了后备箱里。盖上了后备箱后，他笑着对商小飞说道：“我在管城大酒店订了位置，也给你点好了菜式，过去便能吃饭。饭后你想回家也可以，想到处逛逛也行，我都能安排人陪着你。”意思是他不会陪着商小飞。苏少主跑来接商小飞，是计划送回去后就跑老的。他爸知道战印要当爸爸后，看他的眼神是恨铁不成钢的。好像他不会生似的。哦，他是不会生，他又不是女的。海童怀孕一事，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不过对于苏家主来说，那不是秘密，他耳朵动一动，都能听到很多消息。谢谢苏少主，我想直接回家。商小飞知道苏少主亲自出马了，就算他拒绝，苏少主也有办法，让他最后只能坐他的车子回去。他没有尝试着拒绝，而是拉着君然上了苏少主的车。苏少主笑着帮他关上车门，然后绕过车身，打算上车的脚下好像踩到了什么。他低头一看，是一串钥匙。那串钥匙还有一个像是小镜框似的小东西，里面放着1张1寸的相片。苏少主这才弯腰捡起了那串钥匙，抹了抹那小镜框似的小东西几下，抹干净了灰尘，看清楚了小相片上的人，是个女孩子的相片。那女孩子看上去20出头的样子，长相甜美，笑容灿烂的像盛放的鲜花。不知道怎么回事，苏少主看着相片中的女孩子，竟然觉得自己的心跳加快了。苏少主怎么了？商小飞看到苏少主不知道在笑什么，推开一点车门，探头出去问着苏少主：“没什么，不知道谁的钥匙掉了。”被我踩到。苏少主当即将那串钥匙揣进了裤兜里，然后若无其事的就上了车。商小飞没说什么，关上了车门。苏少主边系安全带边问着车后座的2个人：“你们俩决定不去管城大酒店吃饭了吗？我是给你们俩订的位置。”商小飞笑道：“苏少主有心了，谢谢。我还是想回家，要不是拖着个行李箱，我都想直接去明苑花园的。海童夫妻俩啊，现在还住在明苑花园。过2天才会回山顶别墅了。行吧，我送你们回家去哈。”苏少主爽快地道：“就知道你回来就是冲着海童的，那是我要升级当表姨了，太开心了，昨天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苏少主边开车边说道：“你不是早就当姨了吗？洋洋也是叫你姨的，海童怀个孕而已，你们一个个都开心得很，真羡慕你们的感情深厚呀，只有感情好才会这般开心啊。”想了想，苏少主又笑道：“不过能够理解的，海童嫁给战印都1年了，外面很多人都在传她不能生，现在怀上了，可以松口气，那大家都替她开心是正常的。”居然说了句苏少主以后若是能当爸爸，哎呀，也会有很多人为你感到开心的。苏少主有病，寡情病，要是遇不到那个能让他有反应的女人，这辈子都成不了真正的男人，如同太监一样，更不要说当爸爸了。居然这样说，对苏少主来说特别扎心。好在苏少主是个看得开的人，他虽然是真的有病，却不在乎，反正又死不了人，大不了单身一辈子。他觉得单身也挺好的。他笑道：“我若是有机会当爸爸，别人开不开心我不知道，但我家老头子肯定是最开心的呀。不知道他有寡情病的时候，父母虽然也操心他的人生大事，倒是不疯狂，就知道他有病后，父母就疯狂了，什么女人都找来往他面前凑，盼着有个女人能让他恢复正常的。可惜父母找来的女人，他看着没有半点反应。哦，对了，当初战奶奶请来的，
大师帮站印和海童看过，说海童入秋后就会怀孕，是不是？苏少主忽然问了一个很迷信的问题啊。商小飞回答的她和海童是表姐妹，海童有心事也会向她倾诉，她知道的最多。是有这回事，不过是战奶奶为了安慰彤彤的，想让彤彤不要整天想着怀孕的事情。我觉得彤彤心理压力太大，如果战奶奶不那样说，她没有一点希望都要抑郁了。别看彤彤看着很坚强啊，她也有崩溃的时候。商小飞笑道，现在倒是凑巧，入秋了，彤彤便怀上了。希望那位大师的嘴是开过光的吧，说话灵验，那样彤彤呢就是儿女双全。苏少主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问题？就是忽然想起就忽然问了。苏少主笑呵呵的，没有说自己看到钥匙扣上的相片，有心跳加速的感觉。他想起了那位大师对父亲说的话，说他还是有姻缘的，只是对方比他小很多，今年也就23、24岁的样子。两个人的缘分到了，自然就会有交集，会见面。当时他听到这样的话，也和商小飞一样，认为是战奶奶搞的鬼。现在吗，苏少主有点相信了，而他呢，忽然间就很期待见到那个小丫头。就是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无妨，他手里有她的相片，倒是方便他寻人。苏少主送着商小飞和君然回到商家后，就赶紧开车跑了，站在自家别墅门口。商小飞看着苏少主车子远去，说道，都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到底是谁让他这样做的？能使得动苏少主的人不简单呀。以前想见苏少主一面，想都别想，现在经常能见到他，忽然觉得他也没有多神秘，和正常人没两样吗？居然好笑的道，他又不是怪物，不就和正常人没两样，不过是苏家干的事，以及苏少主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才让大家觉得这苏少主很神秘。他不是真正的追求你还好一点，我好歹能放下心来。他要是真的追求你，我头皮都得绷紧。君然牵起商小飞的手，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深情的道，小飞，真的好希望我们俩能快点结婚。你不想太快结婚，订婚也可以，否则我的心啊，一天天掉得老高的，生怕你被别人抢了去。商小飞笑道，在管城，敢打我主意的人并不多，放心吧，除了苏少主，没有人会成为你的情敌。就是苏少主，他也是演戏的，那是他们没有眼光，有眼不识金镶玉。君然拉着他一起走进商家大别墅，边走边说道，我都庆幸他们有眼不识金镶玉，否则一大堆的情敌酸都酸死我。商小飞嘻嘻的笑，在君然面前他轻松自在，率性而为，他喜欢的就是他这样的真性情。送了小情侣回家的苏少主离开了商家后，直接回了自己的家里，恰好遇到了被婆婆叫回家的沈小军。沈小军的保镖一见苏少主的车子，连忙靠边停下来，让苏少主的车子先过。苏少主和沈小军同时按下了车窗。大哥，沈小军打招呼。苏少主温和地嗯了一声，问他怎么这个时候回家。沈小军重新回书店看店后，总要晚上才会回来，我妈打电话叫我回来，有事情要我去办的，我就回来了。苏少主笑笑，那你回去看看我沈让你做什么。说着他按上了车窗，开车往左走。等他的车子开走了，沈小军的保镖呢才重新开车是往右走。苏氏家族是聚居，就这一带都是他们家族的居住地。苏南与苏少主是堂兄弟，他的家离苏氏家族权力中心最近，不过几分钟时间，保镖便在一栋结合古风现代化的大别墅门口停下来。不用开车进去了，我估计还要外出的，婆婆打电话叫他回来。沈小军猜测是让他代表。
苏南家里给海彤送去礼品吧，毕竟她和海彤是好闺蜜。好，保镖恭敬地应着。那沈小军独自下车，走进大别墅。一进大别墅，先看到的和其他别墅没太大区别的庭院，但是往里走，庭院风景就开始变成了园林风，小桥流水，曲径回廊，亭台楼阁、假山喷泉都有，让人有一种从现代穿越回到古代的错觉。大厅里，苏太太正在照着单子准备礼品，旁边有人不停地给她建议。那个人沈小军看到了都有点紧张，是苏南家里请来的营养师，一个很严肃也很严格的人。他每天3餐的食谱就是由这位严肃的营养师制定的。这位营养师与苏太太还是亲戚关系，是苏太太的娘家侄女，也就是苏南的表姐。有这一层关系，哪怕营养师特别严格，要求所有人都按照他制定的食谱去准备每天的3餐，大家也都顺从，不想被管着嘴的人，则像苏南那样在外面解决3餐。营养师倒也不会管着大家在外面吃饭的自由，他是被姑姑请过来负责家里人的饮食健康的，他只管回家吃饭的人，不回来吃饭的人，他手伸不了那么长。现在他的重点关注对象是表弟媳，苏南是他这一辈中第一个结婚的，沈小军肚里的宝宝便是下一代的头一人。不说苏太太重视儿媳妇这一胎，就是整个苏氏家族都重视啊。为了让表弟媳能生个健康聪明的宝宝，营养师给沈小军制定的孕妇食谱营养丰富，菜品自然也不会差，每天都会变换。那不管沈小军爱不爱吃，那些菜谱都不会换。那好在沈小军是个吃货，不挑食，一直以来倒也相安无事。听到脚步声响，苏太太和营养师都扭头看向屋门口。小军见是儿媳妇回来了，苏太太放下手里的礼品，走向儿媳妇，笑道：这么热的天，还让你回来一趟，辛苦了。没事，我出门就坐车，车上有空调，倒是热不到我。沈小军笑着看向那些礼品，又朝营养师点点头，叫了一声表姐。营养师仅是点点头，没有说话。那沈小军呢，也习惯了他的沉默。妈给海彤准备了些礼品，本想我亲自送去的，知道你肯定也会送，干脆就咱婆媳俩一起准备，由你一起送过去了。苏太太说着，又关心地问儿媳妇渴不渴。妈，我不渴。哎，谢谢妈想得那么周到。沈小军走过来，与婆婆一起，她一眼扫去，婆婆给准备的礼品都是适合孕妇吃的，有营养师从旁参考建议，她一点都不担心。小军吃了酸菜啊？这营养师忽然问着沈小军。他中午吃的。营养师的狗鼻子还能通过，他说话的口气闻出来。真是狗鼻子呀。苏太太也看着儿媳妇。沈小军老实的答道：中午我和苏南回娘家吃饭了，天气热，我就想吃碗白粥配点酸菜。酸菜是我妈自己腌制的，很新鲜的，我吃的也不多，那就吃了2碗粥而已。说完他又笑，表姐的鼻子真厉害，中午吃的酸菜，表姐还能通过我说话的气味闻出来。营养师默了默后说道：小军，正常人也要少吃腌制的东西，你怀着身孕更要少吃。表姐，我知道的，我只吃了一点点，不多的，又是我妈亲自做的，很新鲜的，下次我会注意点。管住嘴，不吃了。沈小军笑着说道：我就是偶尔换换口味。营养师看了自家姑姑一眼，见姑姑没有说什么，他便不再说，毕竟这是姑姑的儿媳妇，那肚子里的宝宝也是苏家的下一代。他只是出于营养建议而已。苏太太其实也不好多说什么，那是亲家做的酸菜，儿媳妇又不会天天回娘家吃，偶尔吃1次2次也不会有什么事。我上个洗手间啊。沈小军说了句，就赶紧去洗手间。等他走后，
营养师轻声说道：“姑姑，小军会不会怪我多嘴，管得宽？腌制品是不能多吃的，正常人都要少吃。我们两家的餐桌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那些东西，小军却那么喜欢吃，还跑回娘家去吃。这是嫌我给他制定的菜谱不合他胃口了，也是姑姑请我过来把关。我给姑姑面子，给苏南面子才会过来的。”苏太太温声说着，侄女儿怀孕的人胃口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特别想吃一样东西，就恨不得马上吃到嘴。你给小军制定的菜谱很好啊，营养丰富，荤素结合。小军现在都圆润了很多，肤色也好。那是他的娘家，他在娘家生活了20几年，也吃习惯了他妈妈做菜的口味。有时候想吃点农家菜很正常，你别放在心上，小军不是那种人，不会嫌你的。咱们也不能说不让他回娘家吃吧，他吃的也不多，就1次2次而已，不会有事的，他产检。那医生也说宝宝发育正常，他能吃是福。苏太太说到，现在她的好闺蜜海彤也怀孕了，估计战家也会安排营养师给海彤制定食谱的，2个人有伴儿，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别放在心上。营养师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说道，我也是为了宝宝好，为了他好，要是他实在嫌弃我给他定好的每天3餐不合他胃口，我就不管了，由着他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苏南也看了那么多孕期有关的事，他们照着书来养娃也可以。姑姑知道你是为了小军好，为了宝宝好，我们都不会嫌你的，你别胡思乱想，小军也不会。小军什么品性的人你也了解的，他在娘家生活了20几年，有些生活习惯不是一时半会能改的。再说了，咱们家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就我们现在对小军的要求，对他来说已经苛刻的了，他自由自在惯了哈。营养师说到，嫁入豪门本来就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他姑姑家里是豪门，并不属于战家。那沈小军家里虽然不缺钱，跟苏家还是有差距的。沈小军轻轻松松嫁入豪门，婆家长辈对她也是极好，也不要求她守太多的规矩，不过是让她怀孕时在家里好好养胎，少出去乱跑，饮食上注意点而已。那就这样，沈小军都做不到，咱们家不讲究那些，只要小夫妻俩幸福快乐就行。我当妈的也就那点心愿。苏南很难得肯点头结婚，我高兴极了，小军各方面又不差。营养师抿抿嘴后小声说道，我还是觉得他配不上我表弟的。不过现在这样了，就也不好再说什么。苏太太笑笑，对，什么都不用说了。营养师不再说下去。在洗手间里的沈小军早就方便完，不过听到婆婆和营养师在说到她的问题，她刻意不出去，躲在洗手间偷听。得亏自己听力极佳，否则还听不清楚他们说什么呢。营养师是她婆婆的娘家人，她不好说什么。对方虽然严肃兼严厉，倒也不会对她怎么样。婆婆是会不许她这样那样，倒也没有强制性的。她真做了，婆婆也不会说什么。